想象一下，在茫茫黄沙中，一位原本肤白貌美的妙龄女子却被发现躺在地上，全身碳化，浑身焦黑发亮。这画面听起来像恐怖电影情节，但却真实地发生在中国罗布泊的无人荒原。2023年夏天，一支非法闯入罗布泊的自驾探险队遭遇不测，4名遇难者的遗体被找到时，已被酷热高温烘烤得仿佛焦炭，其中包括一名只有20多岁的年轻女孩。她在烈日与热风下迅速失水枯干，皮肤焦黑龟裂，令人不寒而栗。这起悲剧震惊全国，再次让人们将目光投向这片被称作死亡之海的禁区。几十年来，无数勇者和好奇者踏入罗布泊后有去无回，各种诡异离奇的事件不断传出。罗布泊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为何它被誉为中国最恐怖的禁区？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片神秘土地背后的传奇与真相。罗布泊位于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的东端，地形特殊，北倚库鲁克塔格山，南临库木塔格沙漠。在地图上俯瞰，干涸的罗布泊轮廓酷似人耳，因此又被称为大耳朵。别看如今的罗布泊寸草不生，一片荒凉，但在古代它曾是水草丰美的巨大湖泊。2000多年前，西汉时称其为蒲昌海，那时湖水面积广阔，哺育了楼兰等绿洲古国的文明。传说中的楼兰古国就坐落在罗布泊西岸，一度繁华兴盛。然而大约在公元4世纪左右，楼兰古城突然神秘消失，成为历史谜团。后世认为楼兰的灭亡与罗布泊湖泊的干涸东移有关，水源改道，绿洲变沙漠，整个王国最终被黄沙吞没。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深入罗布泊地区考察，意外发现了被流沙掩埋的楼兰古城遗址，震惊世界。他在考察笔记中称罗布泊是会游移的湖泊，湖泊时而在北，时而在南，水域变幻莫测，让寻找它的人迷失方向。赫定的探险充满险象，据说有一次他循着干涸的河道苦苦寻找传说中的罗布泊湖，结果发现预计该有湖水的地方早已干涸，他的向导和骆驼几乎渴死在烈日下，探险队也因缺水而面临灭顶之灾。所幸最终他在绝望之际找到了水源，但这段经历让赫定深刻体会到罗布泊的无情与诡谲，也因此将罗布泊称作沙漠中的幽灵湖。赫定的记录让世界首次了解到罗布泊的残酷，这片土地会随时间改变模样，让地图和经验失灵。它仿佛有自己的生命意志，戏弄着所有闯入者。随后的100多年里，中外探险家和考古队陆续造访这片荒原，希望破解楼兰消失之谜。新中国成立后，也多次组织对罗布泊的科学考察。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考古学家在罗布泊北部和孔雀河沿岸有重大发现。1980年4月，新疆考古队在罗布泊北岸的古木沟地区发掘出一具3800年前的女尸，保存极其完好，面容安详，被称为楼兰美女。这具出土干尸皮肤毛发依稀可辨，身着精美毛织物，静静沉睡于黄沙中数千年却不腐烂。楼兰美女的惊世发现轰动了全球，也让人们更加轻探罗布泊深藏的历史秘密。同一年6月，中国科学家彭加木率队在罗布泊腹地考察时离奇失踪，更是为这片土地平添神秘色彩。古文明的遗存和现代科考的失踪事件交织在一起，让罗布泊在1980年前后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仿佛在这荒凉的不毛之地上，过去与未来正在交汇，演绎着悲剧与谜团。然而好景不长，罗布泊的湖泊命运在20世纪急转直下。由于气候干旱和上游过度饮水，到1972年前后，罗布泊的最后一滴积水也彻底蒸发殆尽，整个湖底完全干涸。曾经碧波万顷的大海变成今天龟裂的盐壳和无尽沙砾，湖盆残留下大片白色盐碱和钾盐结晶，在阳光下泛着疯狂的白光。大片雅丹风蚀地貌形如鬼魅的土丘和怪石林立在湖床周围，配合风吹沙鸣，在夜里发出凄厉的呼啸，仿佛幽灵哭号。荒原上寸草不生，连飞鸟和昆虫都极为罕见。
罗布泊正是从生命绿洲变成死亡之域，被世人称为生命的禁区。本地人更直接以死亡之海来警示这里的恐怖。一旦踏入，犹如进入茫茫大海，再无边际，你将面临极致干旱与绝望，稍有不慎便葬身沙海。所以直到今天，罗布泊地区都不允许人随意进入，成为中国4大无人区之一。罗布泊从荒凉无闻到声名狼藉，很大程度上源于建国后接二连三发生在此的神秘事件。从飞机失踪、探险者遇难到科学家离奇消失，一桩桩无解之谜在罗布泊上演，使它在民间被比作中国的百慕达三角。下面我们按照时间顺序盘点几起最震惊全国的罗布泊事件。透过这些故事，你或许能体会到为何罗布泊如此令人畏惧。1949年，军机迷航之谜。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一架载有乘客和机组的人员运输机从重庆起飞，预计前往新疆迪化。飞机原本沿着西北航线飞行，一切正常。但诡异的是，这架飞机在穿越戈壁时与地面失去联系，彻底从雷达和无线电中消失了。当时搜寻人员在预计航线一带苦寻未果，只能宣告飞机失踪，机上数十条生命成谜。时间一晃到了1958年，有人在罗布泊东部荒野中发现了这架失踪9年的飞机残骸，机上人员无一生还，早已化作干尸和白骨。更令人不解的是，罗布泊位于飞机航线正北方向几百公里处，也就是说，那架飞机不知为何在半空中偏离了原定航向，掉头朝正南方的罗布泊飞去，最终坠毁在这片禁区。它为什么会迷路进入罗布泊？当年导航仪器是否失灵，还是飞行员受某种异常现象影响？由于当时技术条件有限，这起空难缺乏更深入的调查结果，只留下种种传言。有说法怀疑罗布泊区域存在强磁场干扰，会让罗盘、导航发疯，仿佛一股神秘力量硬生生把飞机拽离航道。9年后才重见天日的残骸，为罗布泊增添了第一个离奇传说。1950年，士兵穿越事件。解放初期，国家在西北地区剿匪。1950年，人民解放军某部队在罗布泊一带执行剿匪任务时，发生了一件蹊跷事。部队的一位年轻警卫员在沙漠行军中离队失踪，部队找遍附近却不见他的踪影，只得遗憾地认定其牺牲在沙漠。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30多年后的1980年代初，距当年失踪地上百公里外的罗布泊南岸红柳沟附近，有人意外发现了一具早已风干的尸体。经辨认和调查，确认这竟然就是当年失踪的那位解放军警卫员。他的遗骸被自然风化成一副枯骨，但衣物和随身证件还依稀可识别。离奇之处在于，他失踪的地点和发现尸体的地点相距数百里，中间隔着无数沙丘与岩壳荒地。在那个没有现代定位设备的年代，他是如何独自一人在荒漠中走出这么远？更何况他当时只是贴身警卫，并非训练有素的沙漠向导。有人推测，他也许是在追赶逃窜的土匪时误入茫茫沙海，最后迷失方向，客死他乡。但30年后尸体才曝光，难免引人联想，莫非当年他坠入了某个未被发现的沙坑或地下洞穴，数十年后又被风吹出？又或者如传闻所言，罗布泊存在某种时间错位或空间裂隙，让人一瞬间被抛到100公里外。尽管科学上看来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但罗布泊接二连三发生的神秘失踪，让普通民众宁愿相信超自然的可能。这名解放军战士算是罗布泊的又一个冤魂。他的故事流传开后，罗布泊魔鬼三角区的名号也开始在坊间传开。1964年至1996年，核爆与军事禁区在上述离奇事件之后，罗布泊地区迎来了一段对外高度保密的特殊时期。1964年10月，中国在罗布泊西北部成功引爆了第一枚原子弹，成为亚洲首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随后的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也在罗布泊上空试爆。从1964年到1996年的30多年里，中国在罗布泊地区一共进行了40多次核试验，包括多次大当量的地下核爆。为了核试验安全，罗布泊被官方划为军事禁区，周边实行戒严管制，
普通人根本无法接近这里半步。可以想见，在那段岁月里，罗布泊经历了人类史上最剧烈的能量轰击，蘑菇云一次次升腾而起，冲天的强光与震波横扫荒原，连数百公里外都能感受到大地颤抖。核爆改变了罗布泊局部地区的地貌，沙漠中留下放射性坑洞和变形的土壤，空气中弥漫着诡异的灼烧气息。也许正因如此，罗布泊更被蒙上神秘莫测的军事情报色彩。多年来，民间盛传，在罗布泊深处有隐秘的基地和地下设施，进行着不为人知的试验。一方面，这些传言反映出核试验时期的高度保密，让人浮想联翩；另一方面，核辐射与爆炸也客观增加了罗布泊的危险性。即使在核试验结束多年后，有些区域仍残留高剂量辐射，不时在科考时被检测出超标数值。因此，今天想进入罗布泊，除了自然风险，还得留意那些军方标示的辐射区。有些古墓群和遗址因核试验影响被列为禁区，不准随意挖掘，以免人员受辐射伤害。总之，20世纪下半叶的核试验使罗布泊从一片无人顾及的荒漠变成了戒备森严的国家绝密之地，也为后来许多传说埋下了伏笔。1980年，彭加木失踪案。说到罗布泊的传奇，绝不能不提科学家彭加木的失踪事件。这起事件在当年震动全国，被称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罗布泊第一谜案。彭加木是著名的生物学家，多次带队深入新疆荒漠考察。早在1979年，他就参与了罗布泊地区的综合科学考察，对当地的地质生物状况非常熟悉。1980年，彭加木再次率领一支20多人组成的科考队进驻罗布泊，准备在干涸湖盆开展为期数月的科学研究。6月中旬，科考队驻扎于罗布泊湖心的一处营地，但碰上了意想不到的困难。运输补给的车辆因路况原因延迟，队伍的清水储备渐渐见底。6月17日清晨，时任科考队长的彭加木在给上级发报请求空投支援后，决定独自一人离开营地，朝南方寻找可能的水源。他给同事留下一张纸条：我往东北找水井去了，如下午4时前尚未回来，你们可分头找我。随后他背起2个水壶，独自一人消失在茫茫沙海中。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去竟成永别。到了傍晚约定时间，彭加木仍未归队，队员们又惊又急，赶忙分头出去寻找。可周围一望无际，全是荒原，哪里还有他的踪迹？惊慌之下，他们立刻向上级求援。很快，国家组织了大规模的搜救行动，军用直升机、侦察机在罗布泊上空地毯式搜索，地面部队和警犬也加入巡索行列。一时间，罗布泊成了全国的焦点，每天都有无数人关注着前方消息。然而经过数周不懈努力，彭加木依然下落不明，仿佛人间蒸发一般。除了营地附近沙地上发现的个别足迹以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线索。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科学家，就这么凭空消失在平坦开阔的湖床上，怎能不让人匪夷所思？官方最后推测，彭加木可能是在烈日下迷失方向，体力不支后被流沙掩埋或陷入枯井，但坊间很难接受如此巧合的解释，各种传闻和阴谋论随之出笼。有人怀疑彭加木是遭遇了沙暴，被狂风卷走埋入远方沙丘；有人说罗布泊地形单调，容易产生海市蜃楼，他也许被虚幻的水波迷惑，越走越远，最终迷失而死。还有人甚至提出惊人假想，彭加木发现了某个惊天秘密，被神秘力量请走，或者遭到不测。这股脑洞大开的猜测浪潮中，最著名的要数所谓双鱼玉佩传说。传说称，在罗布泊地下藏有一座机密科研基地，当年科考队其实在进行一项绝密实验，核心就是一件古怪的仪器——双鱼玉佩。据说这仪器形似双鱼相扣的玉佩，但其功能远非装饰品，而是一部超越现代科技的神秘装置，可以复制生物或打开异次元空间。有传闻描述的绘声绘影，科研人员曾用双鱼玉佩成功复制出一条活生生的鱼，甚至复制出人类，导致场面失控，所以最后对外封锁消息。更离奇的版本则直接把彭加木的失踪归因于双鱼玉佩，要么是他误启动装置被传送到了异度空间，要么是他撞见了实验秘密而被相关部门秘密转移。听起来像极了科幻小说情节，
但双鱼玉佩的故事自2009年前后在网络疯传后，很多人宁愿相信罗布泊的确隐藏着这样一个超自然奥秘。当然，冷静分析就会发现，这纯属杜撰的都市传说，没有任何史料证据表明罗布泊曾出土过所谓奇异玉佩，更不可能有科学家复制人类的正式记录。但为什么双鱼玉佩传奇如此流行？或许正说明了彭加木之谜在大众心中投下的阴影太深，当科学都无法解释时，人们便诉诸想象力，用玄幻故事来填补真相的空白。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彭加木的命运依然成谜。2007年，有民间探险者在罗布泊边缘地带发现了一具男性干尸，身高衣着都与彭加木相似，一度让人们以为找到了失踪27年的科学家。然而经过 DNA 鉴定和多方比对，这具干尸并非彭加木，而可能是早年迷失荒漠的无名者。真真假假的消息更加重了失踪之谜的神秘色彩。后来，为了纪念这位献身科学的勇士，政府在罗布泊树立了一座彭加木纪念碑，就立在他最后被见到的营地附近。许多进入罗布泊的人都会前去瞻仰。然而讽刺的是，不少胆大好奇的探险者反而把纪念碑当作挑战极限的目的地，把到达彭加木碑当成征服罗布泊的象征。这种心理其实埋下了新的隐患。彭加木的悲剧本应是前车之鉴，但有些人却视之为探险的浪漫注脚，反倒激发出更多冒险的欲望。1990年，7人寻矿遇难。彭加木事件后，罗布泊一度因军事管制而门庭冷落，但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和地质热潮，一些普通百姓又开始闯入罗布泊寻宝探险。其中发生在1990年的一起多人失踪案，至今让人毛骨悚然。那年夏天，甘肃哈密地区有7名男子相约驾驶一辆小型客货两用车，偷偷开进罗布泊腹地，试图寻找传闻中的水晶矿藏。罗布泊盛产盐类和矿物晶体，他们听信传言说湖盆里有大块水晶可挖，便铤而走险。然而这7人一去不返，在约定的返回日期后杳无音讯。家属报警后，搜救人员在茫茫沙海中找了很久，却始终没有线索。直到2年后的1992年，有人在距离公路很远的一处陡坡下意外发现了3具干枯的尸体，经身份核对，正是2年前失踪的寻矿者之一。而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他们的汽车竟然停留在30公里外的一处沙地中，车辆基本完好，油箱里还有剩余汽油，水和食物也留有一些，但车上空无一人。根据现场迹象推断，这7个人似乎是在某种情况下突然弃车步行，朝着错误的方向深入沙漠，最终力竭而亡。可是为什么要离开车辆？要知道，在沙漠里，汽车就是生命线，除非逼不得已，绝不会轻易弃车徒步。如果是车坏了，他们完全可以留在原地等待救援或沿车迹返回。如果是缺水，他们也该开车寻找绿洲，不至于步行几十公里，一切显得扑朔迷离。有人猜测，会不会是他们中途遭遇沙尘暴或龙卷风，被迫弃车四散逃命，结果走失方向互相分散，再也没能汇合。另一种说法则更离谱，也许他们遇到了海市蜃楼，看见远方有湖水幻影，误以为真有绿洲在前方，于是不顾一切步行去追逐，结果陷入绝境。1992年找到的3具尸体只是其中一部分，剩下另外4人的尸骸至今未寻获，仿佛消失在沙海之中。7人寻矿之旅成了罗布泊7勇士的悲剧。他们用生命换来的教训是，罗布泊的诱惑或许动人心弦，但迎接你的往往只有死神。1995年，3人挖宝2死1失踪。90年代中期，楼兰古国的传奇在社会上引发一股寻宝热。许多人听说楼兰古城遗址附近可能埋藏着尚未被官方发现的文物财宝，于是不惜铤而走险，进入罗布泊挖掘宝物。1995年夏，罗布泊西园米兰农场的3名职工偷偷驾车进入罗布泊腹地，企图在楼兰遗址周围寻宝。他们进入无人区后便与外界失联，再也没有出来。直到后来有官方科考队路过楼兰古城附近，才发现了令人心碎的场景。在距离楼兰古城17公里处的荒野上，竟躺着2具已经风干的遗体和一辆停着的吉普车。经确认，
这就是失踪的米兰农场3人组中的2人和他们的车辆。奇怪的是，车子状况尚可，水和汽油也并未完全耗尽，但第3个人却不知所终。根据遗体位置判断，他们似乎离开车辆步行了一段距离才倒下，而那名下落不明者很可能是最后还苟延残喘的一个。他独自离开同伴的尸体，继续寻找出路，结果终究还是倒在沙海某处，再也没能被发现。这起事件乍看和1990年的7人遇难有点相似，都是汽车徒步导致悲剧，但区别在于他们的车辆并没有出现明显故障或物资耗尽，也就是说，理论上他们原本可以开车原路返回，那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放弃了车辆和补给呢？有人分析，可能是他们中了楼兰情节的魔咒，在古城附近久寻不获宝藏，反而迷路绕远，等意识到时汽油已不够支撑他们开出沙漠，索性弃车步行。但无论如何，带着挖宝梦想而来的3人最终客死异乡，留下的只有散落沙中的金属探测仪和铲子，他们成了楼兰传说新的殉葬者。事后，当地政府加强了对楼兰遗址区域的管控和巡逻，也呼吁民众切莫贪财擅闯。毕竟古城静静矗立千年不语，可进去寻宝的人却一个接一个长眠沙下，任谁看了都心生畏惧。1996年，于纯顺之死。时间进入1996年，又一则轰动全国的罗布泊遇难事件登上了报纸头条，中国徒步第1人于纯顺殒命罗布泊。于纯顺是一位传奇探险家，生于上海，热衷于徒步穿越，挑战各种极限地带。他曾用8年时间徒步走遍中国23个省区，足迹遍及大兴安岭、青藏高原等地，被誉为中国徒步探险界的一面旗帜。90年代初，他就将目标锁定在罗布泊，计划以孤身徒步的方式从北向南穿越整个罗布泊荒原，完成前无古人的壮举。经过多年准备，1996年6月，44岁的于纯顺终于背起行囊，背着有限的水和干粮，只身踏进了罗布泊无人区。他乐观地预计10天左右可以走出沙漠，与在南缘接应他的友人会合。最初的几天，一切似乎顺利，但罗布泊没有轻易垂青这位挑战者。第7天时，于纯顺没有按时抵达预定的联系点，后方支援人员开始担心并展开搜寻。由于他单枪匹马，没有无线电，只能靠约定时间现身。现在失约意味着他可能遭遇不测。几天后，一架搜救直升机在罗布泊西部上空发现了异样，地面隐约可见一个人形。直升机降低高度，救援人员惊愕地看到，那正是于纯顺的尸体。他赤裸着上身，仰卧在晒得滚烫的沙地上，衣服散落一旁，遗体因极度缺水和暴晒而干瘪变形。法医判定他已去世约5天，死因是严重脱水和热衰竭。他随身的水壶空空如也，最后留下的笔记也记录了他因找不到水源而绝望的心情。据推测，于纯顺行进途中可能偏离了原计划路线约15公里，错过了路线上唯一的一处可能有水的芦苇丛泉眼。在罗布泊盛夏炙热的阳光下，地表温度高达60-70摄氏度，人每天流失的水分惊人，一旦水喝完，就如热锅上的蝼蚁，撑不了多久。而于纯顺发现迷路时为时已晚，他径自朝着自以为正确的方向强撑，但沙漠中没有任何参照物，干渴与疲惫迅速夺去了他的意志。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双眼紧闭，面容因脱水干裂而扭曲，不复当日的从容坚毅。据说他倒下时头部朝向东方，他远在上海的家乡方向，仿佛在生命最后时刻，脑海闪过的是家乡与亲人的记忆。这个细节令人唏嘘不已，也让无数人为之落泪。于纯顺作为国内家喻户晓的探险英雄，其遇难消息震动了社会，很多人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罗布泊的残酷，连如此有经验有毅力的强者都倒下了，常人又怎敢轻易涉足。于纯顺之死后，他的故乡上海为他立了一座雕像，墓志铭写道，他把生命永远留在了他所热爱的征途。罗布泊地上也立起了一个简易的于纯顺墓碑，供后人凭吊。只是谁也没想到，10多年后，另一位探险者在此墓旁也遭遇一件诡异事件。
令于纯顺这个名字再次走入公众视野。可以说，于纯顺用生命为罗布泊的危险程度做出了最惨烈的注解。他的壮举感动了全国，也劝退了很多原本虎视眈眈想挑战罗布泊的人。然而，人类与未知抗衡的冲动从未真正停歇，总有人前赴后继。1997年，敦煌3口之家迷途。就在于纯顺事件后的第2年，罗布泊又夺走了3条鲜活的生命。这一次是一家3口，来自甘肃敦煌的一对中年夫妻和他们年仅13岁的儿子。这一家人酷爱探险和收藏，听闻楼兰出土文物频现，便动了私自寻宝的念头。他们带上简单的给养与金属探测器，自驾一辆2手吉普车从敦煌出发，偷偷越过戈壁滩，闯入罗布泊境内。起初他们还通过对讲机向朋友报平安，但很快联系中断。数日过去，他们也未按计划返回。最终，一支在沙漠中采金的队伍在偏远的枫石丘陵下找到了这3人的遗体。他们依偎在一起，父母似乎用最后力气紧紧抱着孩子，仿佛在那绝望的终焉时刻仍不放弃彼此。一家人的遗骸都已严重脱水干枯，呈现木乃伊状态。死亡时间推测在失联的第2、3天内。附近不远处，他们的吉普车半陷沙中，车轮因剧烈空转打滑陷坑，油箱也空了。显然汽油耗尽时，他们还没能驶出茫茫大漠。最终这一家人在烈日与风沙中迷失方向，耗尽最后一滴水，抱团离开了人世。这起事件尤为令人心痛，因为死亡的不仅是成年人，还有一个正值花季的少年。罗布泊的冷酷无情在这一刻展露无遗，他不会怜悯任何人的家庭梦想。一家3口倒在沙漠中的照片曾刊登在当时的报刊上，引发舆论哗然。人们除了痛惜，更开始反思，是什么促使平凡人家不顾一切去往罗布泊这种危险之地？答案或许很复杂，有对历史宝藏的向往，有对冒险刺激的追求，但无论如何，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自此之后，官方对罗布泊周边的进出管制更加严格，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告诫民众敬畏自然，远离禁区。但总有一些故事警示尚未彻底灭绝人们心中的好奇与侥幸。直到21世纪，仍然有人偷闯罗布泊，从未真正停止。看完上述种种事件，我们不禁要问，罗布泊为什么这么可怕？是纯粹大自然的威力，还是另有超自然的原因？其实罗布泊的恐怖首先来自于它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很多人难以想象，在夏季正午时分，罗布泊湖底岩壳地表的温度可高达摄氏70度，走在上面仿佛脚踏烧红的铁板，鞋底可能会被烤软，皮肤暴露在阳光下几分钟就会灼伤脱皮。空气极其干燥，湿度常常不足 10%， 人在里面每呼吸一次，每说一句话，都在不知不觉中散失大量水分。所谓超级热风事件，在罗布泊并非传说许多。在这里工作过的人回忆，白天时常会出现阵阵犹如烘箱吹出的热风，夹杂细沙扑面而来，让人连眼睛都睁不开。热风所到之处，地表瞬间炙热干裂，任何暴露的湿润物质都会被迅速蒸干。有人做过形象的比喻，如果把一块鲜肉放在罗布泊的沙地上，顶着阳光和热风，用不了2天，它就会风干成硬邦邦的肉干，甚至一碰就化作粉末。人在这种环境下，一旦缺水或者缺乏遮蔽，往往撑不到半天就会因脱水和中暑而致命。罗布泊最夺命的杀手其实是水和气温。那些遇难者的尸体为何呈现碳化状，并非真被火烧，而是被高温和烈日烘烤所致。人体内的油脂被逼出皮肤表面，再加上日照炙烤，使尸体表面发黑发亮，看起来如同焦炭。有些幸存从罗布泊脱险的人回忆，他们当时汗水一出，毛孔立刻蒸发殆尽，连哭都流不出泪，只觉得五脏六腑像要烧着了一样难受。所以很多老驴友说，罗布泊不是普通的热，而是带着一股妖异的炙烤感，仿佛从四面八方架起无形的火炉来烤你，使人迅速陷入脱水昏迷。如果当时身边没有足够的水，或没有载具可以提供遮阴和制冷，那真是插翅难逃。除了高温缺水，罗布泊还有沙尘暴这一大天灾。塔里木盆地的风暴出名的说来就来，
铺天盖地。一旦遇上大风天，原本晴朗的天空顷刻变色，黄沙遮天蔽日，几米外人处皆不可见。沙尘暴中的强风可以瞬间改变沙丘地貌，你前一刻还看到远方有座沙丘可做坐标，风起后沙丘就可能被移平或转移位置，导致地形辨识错乱。更危险的是，沙暴会抹进行进者身后的脚印和车辙，一旦迷路，你很难循着原路退回。同时，狂风还会卷起地面的盐碱颗粒，打在人脸上生疼，使人难以前进。很多在罗布泊遇难的人，很可能就是倒在突如其来的沙尘暴中。比如那几起汽车徒步事件，就有分析怀疑他们是被沙暴逼下车寻找掩护，或试图逃生。无论他们起因为何，只要脱离了车辆和队友，在满天风沙中独自行走，迷失和死亡几乎是注定的结局。再者，罗布泊一带地形单一且缺乏标志物，人在其中极易产生错觉和幻视。正午时分，炙热的地表空气形成严重的光线折射，海市蜃楼现象时有发生。远远望去，明明是干涸盐湖，却仿佛有湖水波光粼粼。地平线上可能出现空气倒影，让人误以为前方有树林、村庄甚至人影在晃动。这种视觉欺骗对心理是巨大考验。如果冒险者定力不足，极易受幻象引诱偏离路线，越走越远，而沙漠腹地毫无参照，一旦走乱，就像在原地打转。此外，罗布泊的高温常伴随强烈的碱性粉尘和刺激性气味，人在极度口渴时闻到远方传来的一丝潮湿泥土味，可能会以为那里有水源，于是不顾一切奔去，结果徒劳往返，白白耗尽体力。这些心理陷阱比猛兽毒虫更可怕，因为它们源于人的本能欲望，极渴时的求水心切，极饿时的求生本能，反而成了沙漠诱惑你走向死亡的饵。罗布泊没有猛兽，也极少成规模的毒蛇蝎子，表面看起来仿佛安全，但正是这种死寂和空旷更增添了恐怖的意味。荒原不需要任何主动攻击，它只要静静地看着擅闯者被阳光烤焦，被沙暴吞没，就足以取胜。在这里，人类所有的智慧和勇气有时都显得微不足道。除了自然因素，罗布泊多年来的种种传奇经过渲染，也蒙上了超自然与灵异的色彩。不少探险者现身说法，声称自己在罗布泊经历了难以解释的怪事。先前提到的鬼影事件便是一例。2008年10月，徒步爱好者雷电生挑战独自横穿罗布泊。他是退伍军人出身，体能与意志都极为强健，并曾多次在戈壁沙漠长途徒步。出发前，他特意在于纯顺的墓碑前默哀致敬，然后从北岸进入沙漠，一路倒也平安。但在旅途接近尾声时，雷电生遇到了让他终生难忘的可怕经历。当时他已经穿越过湖心，准备在罗布泊南缘扎营过夜。那一晚，四周一片死寂，只有风轻轻吹过盐壳地。雷电生疲惫地靠在背囊上休息，忽然感到一阵诡异的寒意，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暗中盯着他。他警觉地举起手电四处照射，但灯光所及之处，除了自己的影子，别无他物。正当他要闭目养神时，一团黑影无声无息地扑向了他。雷电生只觉得眼前黑乎乎一片，有东西盖住了他的脸。他下意识大喊，却发不出声，因为那黑影紧紧捂住了他的口鼻，同时一股大力压在他脖子上，企图将他掐死。他凭借求生本能，狂挥手中的匕首乱砍，连砍数下，竟砍了个空。只感到黑影一阵扭曲，瞬间从他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惊魂未定的雷电生满脸是汗，胸口剧烈起伏，手电掉落在地还亮着。他四处扫描，却什么也没看到。天地间恢复了死寂，只有他的喘息声。他不敢再睡，一夜睁眼到天明。翌日清晨，他在附近仔细搜索，并没有发现野兽出没的痕迹。他百思不得其解，昨晚袭击他的究竟是人是鬼？难道罗布泊真的有沙漠鬼怪？雷电生后来回忆，黑影的触感既不像动物，也不像常见飞禽，更像是一块阴冷潮湿的布，带着某种腐败气味。它能自主移动并发起攻击，这太不可思议了。消息传开后，有人猜测那可能是一只大蝙蝠或沙漠巨型蜥蜴扑到了他脸上，黑暗中惊鸿一瞥，被误认为鬼影。也有人说会不会是一种罕见的龙卷尘暴，规模很小，但缠绕着黑沙，
在夜晚看似一团黑影，恰巧在他头顶形成，所以给他造成短暂窒息的错觉。但无论如何，雷电生自己笃信他遇到了超自然现象。那次探险结束后，他向媒体讲述了这段经历，使得罗布泊鬼影的传闻一时甚嚣尘上。人们联想起此前罗布泊的种种冤魂故事，甚至怀疑这黑影会不会就是于纯顺或彭加木的幽魂在作祟，守护着自己的墓地和秘密，不容他人打扰。当然，这听起来颇为灵异，但不得不说，荒野黑夜的孤独和恐惧最能引发人内心深处的鬼神意识。沙漠中哪怕一点异动，都会在脑海中被无限放大，脑补成妖魔。雷电生鬼影事件至今没有定论，但他给罗布泊平添的恐怖色彩却深深印在人们脑海。除了鬼影，罗布泊还流传着鬼哭神号的说法。很多夜宿罗布泊的人表示，夜深人静时，时常会听到远处传来凄厉的尖笑或低沉的呜鸣，忽远忽近，如泣如诉，让人毛骨悚然。其实这多半是风刮过沙丘和雅丹地貌时产生的共振声响。罗布泊遍地风蚀土丘，被称作雅丹魔鬼城。白天看它们形态诡谲，似殿堂城墙，夜晚风起时则仿佛万鬼哭嚎。古人行经大漠，常把这种自然声响误以为是鬼怪作祟。《山海经》等古籍里亦有沙漠有鬼音的记载。现代科学解释了这只是骆驼草和沙粒随风滚动发出的声音，或者是特殊地形引发的空气流动共鸣。但身处黑夜孤营之中，四周这样阴森的哀鸣，再怎么理性之人也难免寒毛直竖，心生畏惧。还有人汇报说，在夜里看到诡异的光，有时地平线会冒起鬼火一般忽明忽灭的蓝绿色光团，漂浮不定。这可能是沙漠地表某些可燃气体被点燃所致。也有人说，那是远处军事基地的照明弹或者车灯被折射而造成的视觉错位。无论什么原因，当你独自在一片广袤黑暗中，突然远方闪出怪光，不惊慌才怪呢。至于磁场异常和时空怪谈，更是罗布泊传奇中经久不衰的话题。前文提到的1949年飞机迷航，就让不少人坚信罗布泊存在像百慕达那样的磁场漩涡，使仪器失灵，人迷失方向。有旅行者声称，自己的指南针在罗布泊湖心区域会出现短暂的指针打转，不指北的情况，过一会儿又恢复正常，似乎那片区域下藏着巨大的磁铁矿脉或残余核爆金属。还有人脑补说，也许罗布泊地下有外星人飞船残骸或异次元入口，它们干扰了地球磁场，才造成种种失踪怪事。这些当然没有科学依据，但放眼全世界，一些神秘地域的传说都离不开这套磁场异空间公式，罗布泊也不例外。当年那名失踪30年的解放军警卫员尸体横跨百里，也被爱好者附会为空间扭曲所致，好像他掉进了一个移动的虫洞入口，出来时已是100公里开外数十年之后。听起来天马行空，却令人不寒而栗，仿佛罗布泊真的是片魔鬼三角区，让人迷失在时间和空间的迷雾中。更有甚者，把罗布泊跟外星人和未解之谜挂上钩。新疆境内曾多次有群众报告 UFO 目击事件，其中有些恰发生在靠近罗布泊的地区。例如2010年前后，新疆上空曾多次出现不明飞行物的报道，还一度惊动民航机场短暂关闭跑道。人们戏称罗布泊附近可能藏着外星人基地。网上流传的阴谋论更绘声绘影地说，罗布泊核试验期间，有外星飞船受到核爆吸引降落此地，中国军方回收了外星科技，双鱼玉佩就是这样来的。或者罗布泊地下有一座沙漠金字塔，是某种远古高智慧生物的遗迹，所以军方才全面戒备，不准靠近。这类传言纯属虚构，但不得不承认，它们很能刺激大众的神经。一张张模糊不清的卫星航拍图也被拿来实锤这些猜测。比如有人在谷歌地图上看到罗布泊某地出现了几何图形排列的构造，怀疑是神秘机场或阵列。又或者湖床上那些圆圈圈的盐矿开采痕迹被解读成什么同心圆飞碟停机坪。甚至前文刀本帖子中那位朋友提到的奇景成排巨大的石球，一座废弃的同心圆形机场，有人就说那是外星文明遗址。当然冷静想着，很可能是军方曾在核试场附近布设的标记物或试验设施残留，被误解为神秘物件。
然而当越来越多离奇要素集中在罗布泊身上时，他带给人的印象就从一个普通沙漠升级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魔地。在这里，似乎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可能发生。正如有句戏言，罗布泊从不拒绝探险者，但也许只允许故事离开。意思是说，人可以进去，但往往只有传说能出来流传，真人却凶多吉少。尽管罗布泊有如此多的死亡事件和恐怖传闻，还是有不少人类勇者前赴后继地去挑战它。有人是为追求极限和荣誉，有人是为科学探索真相，也有人纯粹出于猎奇和刺激。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户外运动升温和汽车的普及，私自组队穿越罗布泊的事件层出不穷。国家有明文规定，罗布泊野骆驼自然保护区及周边敏感区域禁止未经许可的任何人员车辆进入，但总有人抱着侥幸心理绕过检查站，觉得自己设备先进、物资充足就能征服荒原。然而大自然从不会因科技进步而变得仁慈。就在最近，罗布泊再度用一场悲剧给这些不守规则的闯入者上了一课。2023年7月，一支由10辆越野车、23名成员组成的民间车队未经审批，擅自从甘肃敦煌驶入罗布泊。他们自称是某越野俱乐部临时组队，多数成员彼此并不熟识，其中还包括几位20出头的女性。这群年轻人驾驶高价改装的 SUV， 载着满车补给和露营装备，雄心勃勃要体验一把大漠穿越。他们刻意绕开官方设置的关卡，从荒野小路硬闯进保护区，幻想着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探险。起初队伍行进顺利，大家兴致高涨，但罗布泊不会让不速之客好过太久。进入沙漠腹地后，考验接踵而至。先是走在最后的一辆车不慎陷入流沙中抛锚，车队被迫停下来救援。同一时间，周围气温炙热难耐，地表温度远超60度，人人口干舌燥。在这种情况下，多耽搁1分钟，风险就增加1分。接着，另一辆前去救援的车可能因长时间原地空转也发生故障趴窝。转眼间，队伍末尾，2车共3人被困，他们的车辆无法再启动，又缺少遮阴降温设备，人在酷热中迅速开始脱水，情况十分危急。车队领队见状，决定先将大部队的其余车辆开离危险区，再寻求救援。然而此时一个致命问题出现了，他们原本携带的2部卫星电话中有一部意外损坏失灵，导致前队和留守后队无法直接联络。7辆先行脱困的车开出很远后，才猛然发现怎么少了2车人。惊慌之下，他们立刻联系警方报告失联。可想而知，再折返回去救援已来不及。后方被困的3个人等不到队友回救，在极度绝望中也离开了车辆，试图徒步找出路或寻找通讯信号。领头的男子甚至抱着最后希望，一个人冒死往外走，希望碰到救援。但罗布泊绝不留情，在缺水、高温和无遮蔽的双重夹击下，没过多久，所有被困者都体力衰竭，相继倒下。等到警方和专业救援赶到时，已是事故发生2天后。他们找到3名失踪者遗体时，眼前景象让人震撼，3具尸体静静横陈在黄沙中，已被烈日烘烤的碳化发黑。那位年轻女性更是满脸焦黑，难辨五官，曾经娇美的生命被高温无情地定格为黑色雕像。几公里外，领队男子的尸体也被找到，同样干涸收缩得如同木乃伊。在场搜救人员无不叹息痛惜，也为罗布泊这片土地的残酷而心惊。事后调查显示，这些遇难者大多是经验不足的户外爱好者，年轻气盛，疏于准备。他们当初改变行程进入罗布泊时，还特地绕道前往了彭加木纪念碑打卡拍照，却丝毫没意识到这代表着什么。不但没从历史汲取教训，反而把它当作作秀的标的。有人评论这是年少轻狂付出的代价，但不论如何，生命的逝去总是令人惋惜。他们的遭遇透过网络迅速传播开来，国内舆论一片哗然，许多人在痛心之余，也对这些人的行为提出质疑。明知禁令还擅闯，不遵守规则终酿悲剧，这能怪谁呢？也有人为年轻生命的逝去感到可惜，认为应反思的是我们如何更好地科普户外风险，加强管理，避免此类惨剧重演。这起2023年罗布泊非法穿越事件，可谓将人类的傲慢与大自然的无情对比的
淋漓尽致。一方面，人们往往因为科技进步而产生征服自然的错觉，以为有了越野车、GPS 和卫星电话就万事无忧。但罗布泊只消几个连锁意外，就让这支装备精良的队伍土崩瓦解，一辆车陷沙，短短1小时连累4条人命。在极端环境面前，人类文明引以为豪的装备有时竟如此脆弱。当汽车熄火，冷气停止吹拂，那钢铁驾驶室立刻变成炙热的铁棺材。当通讯中断，团队协作不在，每个人都成了一座孤岛，只能自求多福。另一方面，罗布泊虽凶险异常，但他从不主动袭击谁。所有悲剧追根究底都有人自身判断失误或准备不足的影子。假如当初这队人严格遵守规定不乱闯，或者哪怕出了事后团结一致妥善求救，也许结局不至如此惨烈。然而没有如果，一切的疏忽大意都会被罗布泊惩罚。大漠无情，奇迹不会眷顾善闯者，这是血一般的教训。综上所述，罗布泊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最恐怖的禁区，并非浪得虚名。从自然条件看，极端干旱酷热、瞬息万变的恶劣环境足以致命；从历史经验看，数十年来的失踪遇难事件此起彼伏，证明人类在这里何等渺小。从传说角度看，各种鬼魅怪谈、未解谜团萦绕不散，给这片荒原披上了一层玄妙莫测的面纱。当然，理性而言，罗布泊未必真有超自然力量，但正是人们对未知的恐惧和想象，让它成为无数故事的温床。对某些人来说，罗布泊的神秘召唤近乎不可抗拒，它代表着挑战极限的巅峰，也是探索真理的最后一块拼图。然而，我们必须明白一点，敬畏自然，尊重规则，这不是胆小懦弱，而是谦卑智慧。每一条沙漠冤魂的背后，多少都折射出人类一念之差的鲁莽。只要还有人心存侥幸，悲剧就可能重演。幸运的是，随着科技发展和政府重视，揭开罗布泊神秘面纱的科学行动仍在继续。近年来，多支科考队在严格防护下重返罗布泊，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和钻探技术，研究那干涸湖底的地质变迁、核试验遗留的影响以及古文明遗址的分布。他们发现了更多过去未知的遗迹，比如新的古墓群、消失河道和古植物花粉，逐步还原罗布泊从富饶走向荒芜的环境演变历程。科学家夏训成就花了几十年时间奔波罗布泊，试图解开湖泊游移和干涸之谜。他乐观地预言，未来10年内，我们终能揭开罗布泊的面纱。随着研究深入，也许有朝一日，罗布泊那些被神话包裹的谜团会以平凡的科学答案示人。比如飞机迷航可能归因于罕见的气流，而鬼影不过是特殊环境下人类感官的错乱。一旦一切都能解释，人们对罗布泊的恐惧也许会减少很多。然而，即便有那么一天，我们仍然要对罗布泊报以敬畏，因为大自然的伟力远超人类掌控范围。就算没有妖魔鬼怪，罗布泊依旧是高危之地，不是普通人该涉足的游乐场。我们可以对它充满好奇，但不应贸然以身犯险。或许罗布泊真正隐藏的秘密，并非外星人或时空门，而是对人类狂妄的一种无声嘲讽。认清自身的渺小，才能在天地之间更好的生存。每一颗在沙海阵亡的灵魂，都在告诫后人，请敬畏生命，敬畏自然。在节目最后，我想用一句改编的名言作结：罗布泊没有神秘，神秘的是人心；罗布泊没有杀戮，致命的是无知。当我们面对这片最恐怖的禁区时，唯有谦卑和敬畏，才能保我们平安，让那些惨剧不再重演，让罗布泊的秘密最终能由科学和智慧去揭示，而不是再用生命去填写答案。希望每一位对罗布泊心生向往的人都能三思而后行，在享受探险故事带来的刺激时，更记住那些长眠黄沙的亡魂。他们的经历应该成为后人宝贵的警示，而非单纯猎奇谈资。沙海茫茫，魔鬼的耳朵静静聆听。我们愿这片土地安宁无声，任风沙埋葬过往，不求再有惊心动魄的新传说，唯愿所有热爱探索的人都能平安归来，将真正的科学发现带出罗布泊。毕竟，最伟大的冒险不在于征服自然，而在于认识自然，敬畏自然。
让罗布泊的故事以这样的智慧告诫收尾吧。天地无心，人须有戒。罗布泊的秘密也许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但在那之前，它仍将是那片令人敬畏的未知之地。在这大漠尽头，很多年前竖立着一块警示牌，上面写着前方罗布泊，生者止步。这句话依然适用于今天。记住它，敬畏它，你才能成为讲述罗布泊故事而不是罗布泊故事里的新角色。